哎，陈总，需要点什么？我这什么都有，您进来随便挑。陈总，去我那儿，这儿太贵了，我给你打8折。你手松开。阿姨，这是我自己研发的汉化软件，一份只要5块钱，你要看看吗？你这么小就这么厉害，好，阿姨拿一份。要卖的二手电脑还差500块。你这么小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想活下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500块就当是我资助你的。你的这个手链可不可以给我呀？就当是我资助你的见证。您亲戚那来电话了，您要过继的2个孩子手续全部办妥了，是吗？走，我们现在就去一趟。孩子，饿了吧？吃点面嘛。谢谢。小心，烫，别噎着了。把这2000块钱给那孩子。小朋友，来，拿着。哇，好多钱呀！哎呀，可真幸运，能遇上像我们陈总这样的好人。阿姨，以后你就是我干妈。3天后我在这里等你，您给我的钱我会3倍偿还。钱是我给你的，不用还，你好好照顾自己就好了啊。陈玉兰，里边俩孩子可是我亲生的，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这些年在他们俩身上怎么着花了也就得有这个了，区20万就想让我把孩子过继给你，哼，太说不过去了吧？那你想要多少？怎么着也得这个数，100万。你现在就是他们的妈。好吧，就按你说的。不过我要把话讲清楚，从今以后我就是这2个孩子的妈，你和这2个孩子就不要再见面了。我想他们也不想再见到你。好，不见，不见，保证不见。太好了，我们终于要离开这里了，终于不要天天挨打了。听说新妈妈是世界上一个大老板，有的是钱呢，以后也不用天天挖野菜吃了。愣着干嘛呢，小兔崽子？赶紧出来，快点的！走，跟妈妈回家。干妈，我一定会找到你的。赔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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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集团使用劣质材料盖房，我女儿刚住进没多久，房子就塌了，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玉兰集团一定要给我个交代。陈玉兰，你不得好死，你还我家人命来！赔钱！赔钱！赔钱！玉兰集团因为使用劣质建筑材料，给多位被访者带来极大损害。我们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为大家带来后续报道。我说了多少次，这次项目是玉兰集团第1个省级项目。项目开工之前，财务预估的项目成本是8000万，我特意批了9000万给你，就是为了确保项目能顺利完成。我让你所有的建筑材料都用最好的，可是你怎么偷工减料，只用了2000万？可是陈总，我只收到了2000万呀。什么？哎，那剩下的钱去哪儿了？我也不清楚呀，陈总。按理说，按照公司既定的财务制度，
这个资金只有公司高层才有权调配使用啊。行，你先下去吧。哎，慧姐，慧姐，工地外面，受害者家属带了尸体过来聚在一起闹事，记者报道了这件事，现在全网都知道了。哎，知道啊，没事儿。你喝水。要么我先送您去医院，您的心脏病不能再耽搁了。没事，小刚他们查的怎么样了？小陈总他们查什么？不用查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吃野菜了，我以后天天要吃豪华大餐。妈妈，我要把我的旧衣服、旧鞋子都扔了。你们放心吧，以后有妈妈在，不会让你们再受苦了。妈妈，我们长大后肯定会好好报答您的。对。小刚，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这7000万是我拿的。小刚，你在跟妈开玩笑对吧？老东西，谁跟你开玩笑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上新闻了，全网的人都在声讨，外面那些受害者家属，他们更想让你死。不如这样，你现在手里还有一项专利，你把它转让给我，我来帮你解决。要不然你就等着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来找你讨命吧。这是你们干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偷偷的把玉兰集团的专利卖给了天盛集团。玉兰集团手里只剩下你这一个专利，你不仅要面对全网的声讨，还要面对天盛集团对你的起诉还有赔偿。现在的玉兰集团就是一个火坑。你们还是人吗？陈总可是你们的妈，他供你们吃，供你们穿，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你们就是这么报答他的吗？啊！你们简直就是白眼狼！贱，这轮到你说话吗？想当我妈，他配吗？老东西，我劝你识相点，赶紧乖乖把专利交出来，要不别怪我不客气。你们，陈总。16年，我养了你们16年呢，到底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这样对我？老东西，别这样看着我，我们也是为了你好。你说你半截身子都要入土的人了，你攥着专利干什么？我劝你啊，还是把专利乖乖的转让给我，我开心了，还能喊你一声妈。想让我专利给你们，走吧！既然你这么不舍得，那你就等着外面那些受害者家属来讨你的命。你知道全网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吗？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后悔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啊，妈。老东西。我们走。陈总，再起来。陈总，您的心脏检查报告出来了，您必须尽快手术，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就是您的手术费用还需要200万。为什么？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啊？老天爷，你睁睁眼，好好看看吧！现在全网都在声讨我们该怎么办？我来处理。
出来了，出来了！别让他跑了，快！陈玉兰，你这个退杀的终于敢出来见我们了！就是他，他就是陈玉兰！快把摄像头对着他，让全国的人民都看一看这个草菅人命的黑心老板长什么样！陈总，据了解，贵公司在建房时大量使用劣质建筑材料，已造成多起塌房事故，给消费者带来巨大伤害和损失。对此，您如何解释？你们的欺人处事，是我对不起你们，怪我监管不力，好的原材料被偷换成了劣质品，我难辞其咎。所以这件事的确是您的责任。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陈玉兰跟别的商人不一样，是个有良心的老板，没想到竟然也是个黑心商人。陈玉兰害了这么多人，真是不得好死！陈玉兰，我女儿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医生说手术费至少需要30万，这钱你得赔我！我儿子大腿骨折，也需要20万，赔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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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是我的错，我认。但是大家放心，我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卖车，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我求你们，再信我一次。陈玉兰，我没逼你吧？你把我女儿手术费这30万给我，我女儿当不了了。我也一样啊！现在就赔钱2天，就2天，我求你们再给我2天时间好不好？2天后，我一定会把补偿款全部都交到你们手上。我发誓，我陈玉兰发誓，我要是骗你们，我就不得好死。您是说2年后您会把所有补偿款交到遇难者家属手中吗？要不再给他2天时间，我看他也挺不容易的。哎，反正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我认识陈玉兰10几年了，她向来说到做到，这次我相信她。行，我再给你2天时间。这件事记者已经报道了，全国都知道了。我相信他陈玉兰，他也没有这么大胆子，敢欺骗全国人民。谢谢你们的理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遇难者家属最终给了玉兰集团陈总2天时间凑齐补偿款，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事情的发展，为大家带来后续的报道。这件事情你俩做得不错，不仅狠狠坑了陈玉兰7000万，还把玉兰集团辛苦多年研究的各项专利也给拿到了手。陈玉兰这次怕是万劫不复了。秦叔，还是您教导有方。这陈玉兰这老东西，竟然把公司全权交给我们来负责，切！你说他蠢不蠢呢？还不是想给咱们当妈，以为一点小恩小惠就能让咱们对他感恩戴德。呸！只可惜啊，没有把陈玉兰手中的那项专利给拿到手。秦叔，这现在玉兰集团所有的专利都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就差陈玉兰手中那一项专利。您说咱们就缺这一个？唉，莫非是因为江州第一财团周氏集团？我之前就听说过，这周氏集团对陈玉兰手中的这一项专利特别感兴趣，难道这是真的？不错，正是周氏集团。最近周氏集团要来我们江城寻找长期的合作伙伴，只要我们顺利能够拿下陈玉兰手中的那一项专利，就能够得到周氏集团的青睐，搭上周氏，那我们才可以说是一飞冲天。秦叔，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我很喜欢你们2个，很乖，很听话。
只可惜你们不是我的亲生孩子。群叔，您要是不嫌弃，以后我认您当干爹，为您养老送终啊！我也一样，我早就想给您当干女儿了，干爹。好孩子，陈玉兰，看到了吗？你辛辛苦苦养了16年的儿女，现在跪在我的面前叫我干爹，这一次是有定的。干妈，我终于找到你了。出发。陈总，你好点了吗？我没事，不用担心我。您吃个苹果。吃吧。我帮您梳个头吧。您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这些年您为公司真的付出太多了，都怪那2个白眼狼，要不是他们，你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好了，别提他们，只怪我当初有眼无珠。陈总，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你的手术不能再耽搁了，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的呀！要不我们请那些遇难者家属再宽限我们几天，好不好？我们去看病，我们先去看病，走。不行，我答应了他们，我就要说到做到。那些遇难者都很无辜，他们出事我有责任，必须尽快的把这些赔偿金发到家属手里，我才能安心。那您怎么办呀？菲菲，你去换个别的工作吧，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你的工资我会1分不少的发给你。我不要，我不走！你别赶我走，我就跟着你，我不要工资都跟着你，你别赶我走，好不好？陈总，怎么了？能卖的我都卖了，目前把赔偿金都凑齐了。可是天盛集团要告我们侵权他的专利，向我们巨额索赔，我没钱赔，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天盛集团的总经理钱锋是我的老同学，我去求他，他应该能帮我。哟，好球啊，秦总！秦总，玉兰集团的陈总求见。阿凤，好久不见啊！嘿呀，陈总你来了，来，咱俩打一局。你说咱俩多久没切磋过了？快把球拍给他。我今天找你是有事情的。哎呀，有什么事打完球再说。来，快！好吧。继续。哎呦，不好意思，打歪了。哎，没事吧？没事，再来。陈总，今天找我什么事情啊？阿凤，天盛集团要起诉我们公司，要我们巨额赔偿。你看你能不能在中间周旋一下？这个钱我们不是不赔，能不能让我缓一段时间？缓一段也不是不行。不过陈玉兰，
你这是在求我呢？裴玉兰，你说你也50多岁的人了，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求人就要有个求人的态度。想求我，把衣服脱了，我可以帮你免除天盛集团的赔偿。阿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裴玉兰，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我记得我们上大2那年，我不就是偷偷用你身份证带了2万块钱吗？当时你的家庭又不缺这点钱，你完全可以给还了。可是你呢，非要报警，把事情给闹大。你知道那帮借高利贷的人是怎么欺负我的吗？今天你张张嘴说让我帮帮你，凭什么呀？阿峰，我少废话，想我帮你不是？把衣服脱了，脱呀！你们2个，来帮帮我。哎呀，没想到啊！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了，身材保持的不错呀。我劝你好好想想，只是脱个衣服而已，就可以免除所有的赔偿，什么损失都没有。可是你要不脱，你的一些员工就要因为你受苦喽。你知道有多少人会因为你吃不上饭吗？你不为自己想想，你得为大家想一想吧。是不是我脱了，你就帮我免除天盛集团的赔偿？没错，因为我是天盛集团的总经理，说话一言九鼎。好，我脱。老东西，我看你就是被陈玉兰那个贱人迷了心智，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人家能乖乖把这30万赔偿金给我们吗？说不定人家现在已经拿着钱跑到国外去了。可怜我这闺女呀，没了这30万可怎么办呀？到了，30万赔偿金一分不少的到了。我就说嘛，陈总他不会骗我的。真到了。看吧，我就知道陈总他不是那种人。喂，老张，你到账了吗？到了。怎么，你没到啊？到了，就是我听说陈总为了给咱凑赔偿款，他心脏查出毛病，动没去治。我是想把这事告诉记者，看看能不能发动大家给陈总众筹手术费。老周，我同意，我和你一起做这件事。都看看啊，这就是玉兰集团的董事长陈玉兰，让他脱他就脱，下贱的东西！陈玉兰，磨磨蹭蹭的这么半天，一件衣服都脱不下来吗？你在耍我是不是？来，把它脱！媳妇，这些年我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给我闭嘴！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最讨厌你什么吗？就讨厌你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什么东西都是你施舍给我的一样。让他跪那儿，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陈玉兰，你不够吗？今天不是一样跪在我的脚下？陈总，刚得到消息，您的老同学秦帆被放高利贷的绑架了，马上派人去找，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哎，等等，他之前对我有误会，把他救出之后，千万不要表露你的身份。陈总，很抱歉，您推荐的这个秦风实在不符合我们公司的用人标准。看在我的面子上，再给他一次机会，算我求你了。
好吧，他有陈总这样的朋友是他的福气。谢谢谢谢。哦，对了，他自尊心强，这事儿就别跟他说了。明白。好，再见。秦玉兰，你知道吗？从小到大，只要我跟你出现在一起，有多少人说我不配站在你身边，我高攀不起你。但是从今天开始，我是你高攀不起的人。干妈，我们终于要再见面了。秦风，我们同床4年，居然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呐？是不是我太善良了？好，今天我就让你含辛茹苦养大的2个孩子好好的揍揍你。老东西真是没用，动不动就给人下跪，丢人现眼。看看他现在这副样子，像不像一条狗啊？老东西，看见我们出现在这儿，你很意外吗？还有更惊喜的，你想不想听？老东西，告诉我，我们已经认我秦叔做干爹了，惊不惊喜啊？你们早就串通一气了。不，陈玉兰，实话告诉你，贪污挪用7000万，偷卖玉兰集团的专利，都是我指使他们2个人干的。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一无所知，你比我想象当中还要蠢。哎呀，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要告诉你，我已经搭上了周氏集团，一会儿周董会派他的助理和我谈合作。说起来，这还要感谢你手里的那些专利。周氏集团以为你的那些专利已经属于我的了。哎，给我！想要钥匙吗？行，把合同签了，专利转给我，就给你要。老东西，你签不签？不签，我就把你的药踩成鸡粉。老东西，乖乖把字签了，难不成你真的想死？哎呀，你死了倒是轻松了，那玉兰集团的员工怎么办？你可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把大家都害了呀！老东西，快签吧，听见没有？赶紧签！净有不支持法治。喂，什么？周氏集团的人来了，赶紧让他把合同签了。周氏集团的人马上就到了。签，快签啊！周总，陈总不在，但我发现了他，或许他知道陈总去了哪里。阿姨，别怕，我想请问您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小姐，今天我们场馆不营业，没有来过。来不及了，周氏集团的人已经到门口了，快跟我去迎接。老东西，待会儿我再收拾。老东西，得死吧你！
周董，刚刚收到消息，你干妈在城北的乒乓球馆。马上准备车，我要去城北一趟。那秦风那边，你去处理。是。您就是周氏集团的叶秘书，果然是一表人才。药，给我药。周总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动用周氏集团所有资源去找。周总，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值得您如此大费周章？她是我干妈，更是我这辈子的恩人。当初就是在这里，她给了我人生中第一笔投资。阿姨，以后你就是我干妈。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也一定要找到她。老东西，你胡说什么呢？谁拿你的药了？叶秘书，这个老东西脏了您的眼睛，您放心，我这就处理好。你谢家的，给我滚出去！住手！你们干什么？药，我的药。药，您可别听他瞎说，我可没拿他药。他丧尽天良，偷工减料，害得那么多人家破人亡。他这样的脾气，说的话根本不可信。对，他不光偷工减料，还盗用我们公司的专利。他身为人母，不惜色诱于我。本来我看在往日的情分之上，已经放他一马，没想到他倒打一耙头，他现在反咬我一口。啊，对呀，这个我们有这样的养母，实在是感到羞耻啊！他就是个废物，您不用管他啊，人死了也好。闭嘴！给我搜！干什么？你们敢欺负陈总，今天我就让你们付出代价！干什么？你们欺人太甚！我你们欺负陈总的时候，有想过自己欺人太甚？叶秘书，他们就是两个孩子，说话没大没小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回去我就教训他们。陈总含辛茹苦16年把你们养大，你们却忘恩负义、认贼作父，跟着他一起来陷害陈总。你们两个简直就是个畜生！今天陈总若是有事，你们两个别想活着离开疆场。哎，这就是一个老废物，死就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千万不能影响你我之间的合作呀！合作？你也配？陈总帮了你这么多，你却教唆陈总的养子养女一起来陷害陈总，你连畜生都不如！你还有你！今天我要替陈总收拾你们这帮畜生！上！你想干什么？看什么？我要让你体会一下陈总经受过的痛苦。拖出去！等一下，我是天生的总经理，即使你是周氏的秘书，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对，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这么为陈玉兰这个老东西出头，是个都能养的小白脸吗？作为周氏集团的秘书，却吃里扒外勾结陈玉兰，你就不怕周董知道吗？哎，放开我！我不去！放开我！哎呀！陈总，你坚持住，我马上送你去医院。陈玉兰这个老东西，居然勾搭上了周氏集团的秘书，真是可恶！周氏集团的秘书竟然是陈玉兰的小白脸儿，这我们和周氏集团谈合作，他们肯定会从中作梗，找我们的麻烦呢。干爹，不用担心，周氏集团的副总是我女朋友，我女朋友一句话就能收拾那个小白脸儿。我怎么听说周氏集团的副总有老公啊？
有老公怎么了？过不了多久，我就是她新老公。她告诉我，周氏集团的周总最近要在江城搞个发布会，好像是因为一个他找了很久的人。太好了，哥，你可要让嫂子帮忙向周董引荐我们。要是周董也成为了我们自己人，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在江城横着走了？何止是横着走，省城咱们也横着走啊，干爹。少刚啊，你要尽快的成为周氏集团副总的新老公。有了这棵大树，这两个家伙就掀不起什么风了。到时候陈玉兰的那些专利，早晚还得是我们的。陈康、陈佳佳，你们这两个白眼狼，怪我当初瞎了眼，认你们做儿女，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周总，医院已经准备好了，可以为陈总进行心脏手术了。好，那就让医生尽快安排手术吧。是。周总，您救了陈总，我替他谢谢你，你好人有好报，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我做的这些都是应该的。当年陈总也在我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做的这一切就当是在报恩。陈总帮了你了，那时候你也在场，不过你们可能都不记得了，但我永远都不会忘。对了，我知道陈总最近遇到了点麻烦，这是天盛集团的谅解书，他们已经免除对玉兰集团的追责，只需要等陈总醒了之后签个字就可以了。周总，您真是替陈总解决了大麻烦了，我替他谢谢您了。哎，比起陈总对我的帮助，这些不算什么。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手链他还戴着。手链？周总，您是当年那个卖汉化软件的小女孩？是我，你想起我了。当初啊，陈总就跟我说，他看到你的第一眼就觉得你一定会有出息的，就是没想到你比他预料的还要了不起。要不是陈总，我走不到现在。陈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周总，有一场重要会议需要您尽快过去。2天后，周氏集团会召开一个发布会，我想请陈总上台演讲，麻烦你在陈总醒来之后转告他，务必请他参加，拜托了。他一定会答应的。当初我说过会将陈总的钱3倍返还，但是那天他没来，我就擅自做主，将他的钱入了股，现在加起来也有500亿了。帮我把这些钱全部注入玉兰集团。是。陈总，你醒了。我怎么在医院啊？周总送您来医院的，是他救了您。不仅如此，他还请人帮您做了心脏手术，您的心脏现在没问题了。周总？哪个周总啊？您啊，一定想不到，她就是当年那个您资助过的卖汉化软件的小女孩。果然您是对的，好人是会有好报的。是她呀，没想到她这么有出息了。陈总，周总啊，还替您解决了天盛集团追责的问题。这是谅解书，只要您在上面签了字，咱就没问题了。周总临走前还托我告诉您，2天后是周氏集团的宴会，他想请您参加。没想到他跟周氏集团也有合作，真了不起，了不起。那您要去吗？去，当然去。干爹，我刚才问过我女朋友了，她说这个陈玉兰跟周董啊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小白脸应该就是陈玉兰的情人，我女朋友说有她在，让我们放宽心啊。哥，让嫂子把那个小白脸开除，他留在周氏集团终究是个麻烦。不行，周董最近有意向向玉兰集团注入一笔资金，他正在帮周董办这件事情。周董似乎看中了他手中那一项专利，陈玉兰真是走了狗屎运。要是我们能拿到陈玉兰手中的专利，那周董会不会改为投资我们？老乡，
马上掉头去找陈玉兰，今天务必把他手中的一项专利给我夺回来。还有那帮遇难者家属也得利用起来，毕竟丑货也有丑货的价值。好嘞，干爹。詹先生，快！又来了！陈总听说你女儿出院，不顾自己的身体，特地买了营养品来看我。你不领情也就算了，现在是什么意思啊？你问问他到底干了什么？要不是秦总告诉我，他给我们赔的钱是用我们个人信息贷的高利贷，我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人。陈玉兰，你就是个畜生！我真是瞎了眼了，相信你，我还帮你众筹手术费呀！你不得好死！给你们发的是我变卖家产的钱，那都是我的钱，怎么变成高利贷了呢？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有人证。你就是一个骗子！我们公司的确为陈总办过贷，用的也的确是别人的个人信息。你们看到了吧？他就是这样给你们赔偿的，他这是在害你们呀！这个老东西心思歹毒，不仅骗你，还害得你们背上高利贷，千万别放过他！你们，陈玉兰，你心思好歹毒，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陈玉兰，你必须把给我们贷的款给我们还了，不然我饶不了你！给我们还了，还钱！他们合起伙来骗你们的，那些钱是我卖房卖车凑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另外，我还会给你们一笔钱，作为我个人对你们的捐赠。捐赠？钱本来就是大家的，我看你就想拖住大家，然后携款跑路吧。就是说这么多有什么用？赶紧把大家的钱拿出来！我真的没有贷款。你们几个自己作孽也就罢了，现在还居然煽动无辜的人，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陈玉兰，没良心的是你，你手上的专利还没给我们呢。没错，我们当你儿女这么长时间，这些专利就该是我们的。不可能，我绝对不会把专利交给你们这种人。我们走。你们要干什么？陈玉兰，既然你不愿意帮家属们还贷，那看在往日我们的情分之上，我可以帮他们还。不过，你得把专利给我。陈玉兰，你自己丧尽天良，但我干爹可是有情有义的人，这种情况下还想着帮你一把，你要是有良心的话，赶紧把专利给我干爹。我就是死，也不会把专利给你们这几个畜生。我也没有贷款，给家属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捐赠的钱，我待会儿也会一分不少的都交到他们手里。难道我们真的冤枉陈总了？他赔我们钱真的是自己凑的，他还给我们还贷款？嘿，放贷的人就在这儿呢，你们忘记了，他这是在害你们呀！陈玉兰，你不是一向自诩自己有良心吗？现在宁愿看着大家被你害得这么惨，也不愿意拿出来专利给大家换钱，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动手！他不拿出专利，你们就等着背一辈子高利贷吧！你们干什么？陈刚，你小时候掉进河里，是陈总二话不说跳下去救你的，那可是冬天啊，他为了救你，心脏才出的问题。你现在这么对他，你的良心不会痛吗？那是他自己犯贱，他自己爱多管闲事，我求他救了吗？陈佳佳，当初要不是陈总收养你，你现在还在小山村里被你爸打骂，你能有今天吗？你真的一点恩情都不念了吗？贱人！我现在的成绩是我自己的努力，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么喜欢多嘴是吧？谁能撕烂这个女人的嘴，我个人掏腰包给她捐款10万。我真的很需要这10万块钱，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瞎了眼，跟了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老板。别动他！我上演警情深是吧？我劝你乖乖把专利交给我们，否则我就让你的好姐妹
好见识我们的厉害。陈总，你快放开他，这事儿和他没关系，你放开他！敢推我，不是有心脏病吗？今天我就让你好好享受享受。陈总，求求你不要再提了，他才刚做完心脏手术，这样下去他会死的呀！你不是要打我吗？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求求你放过他吧，好不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真是恶有恶报。微微，微微，快走，这事跟你没关系。陈总，这些年来您一直把我当亲姐妹对待，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扔下你不管啊！忘了，陈总，有本事你们就冲我来！陈总，只要你要求，那我就满足你。真不经打，没用的东西！呸！陈玉兰，赶紧把字给我签了，我们没时间给你耗。有本事你们就打死我！大家看看，这就是陈玉兰，宁愿死也不愿意把专利拿出来给你们换钱。活该！打死你！活该被打死！打死！你想死是吧？我满足你！我小刚，先放了。陈玉兰，只要你把专利给我，我现在就可以把他送往医院。以他现在的状况，不去医院很危险。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你不忍心看着他出事吧？好，我签。非要看着自己好姐妹遭罪才肯签字，真不是东西。赶紧签，别磨叽！太好了，陈玉兰签了，秦总答应我们的事儿有着落了。终于到手了，微微，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送你去医院，没事，不会让你有事的。秦总，专利已经到手了，您答应我们的事儿，放心，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不食言。你们被骗欠下的债，我都替你们还了，并且我还会以个人的名义给你们每人一笔钱。哎呦，秦总大义呀！秦玉兰欠我一笔赔偿金，只要你们想办法让她吐出来，我答应你们的钱人人有份。可他还会有钱吗？他身上的一件衣服都价值几十万呢，他值钱的东西可比你们想象中的多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你们再不拦住他，他就要跑了，你们就没钱了。站住！上！站住！你们要干什么？陈总，我们也不想为难你，你欠秦总的钱你还给他吧。秦总是我们的恩人，他的事儿我们不能不管。我没有欠他们钱，我求你们，你们让我过去吧。微微的伤不能耽误。一帮，他这是在给你们演苦肉计呢，他就想逃，把他衣服给扒了，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是你们的。住手！陈总，你没事吧？叶秘书，微微伤得很重，你能帮我送她去医院吗？快！你们收到的赔偿款都是陈总变卖家产得来的，根本不是什么贷款。他还自掏腰包给你们每个人捐钱，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你们别听他胡说！不信的话，你们自己看手机，你们应该都收到了短信提醒。对，我也到了。
陈总说的是真的，我们冤枉他了。谁知道是不是用你们个人信息贷款？你们可别被他蒙骗了。对呀，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心，让他把身上的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大家一起分了？谁敢？你们还犹豫什么呢？我干爹可是对你们有恩，现在正是你们报恩的时候，你快上啊！就是，要不是我们，你们到现在早被陈玉兰蒙骗了。蒙骗我们的是你们，我相信陈总，我也相信陈总，我们都相信陈总，我都相信陈总。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欠下的高利贷还想不想让我还了？还想骗我们？乡亲们，给我打他！上打！不是我的错，因为我们付出那么多，我还听信谗言，冤枉你，陈总，对不起你啊，真的。不怪你，你也是受害者，不怪你。陈总，还愿意去看我的女儿吗？好，知道。以前总是你照顾我，今天我来照顾你。这怎么行呢？陈总，吃饭。陈总，宴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准备一下就过去吧。好。陈总，那我陪您一块儿去吧。你好好休息，病还没好呢。哎呀，您看我这都快好了已经。乖，好好休息啊。走吧。陈总，第一排那个金色的椅子就是您的位置，您进去坐，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等一下就过来。好。你知道吗？这个位置啊，是周董为贵客特意安排的。贵客？怎么回事？听说啊，周董找了一个人找了10几年，很多人推测啊，这个人是周董的血亲。我觉得也是，如果不是血亲的话，不可能坚持这么久。这场宴会呀，就是为他举办的，他就是今天宴会的贵客。我要是与周董的血亲搭上关系，我岂不是一飞冲天了？我身价比你高，如果真要是跟血亲搭上关系，那必须是我才是势在必得。他怎么坐到那个位置上了？难不成他是周董的血亲？您就是周氏集团的贵客吧？很高兴认识您，幸会幸会。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名片。你们在干什么？谁让你坐在这里的？弄脏了座位，你担待得起吗？王总，这位不是周董的血亲吗？他算什么东西？也配当周董的血亲？周董的血亲另有其人，他马上就要到了，赶紧把他拖出去，别让他弄脏贵客的座位。呸！臭女人，居然敢骗我们！你真该死！你这个贱女人，竟敢冒充周董的血亲，真是不知死活！跟你握手，简直就是脏了我的手！伯父，您终于来了，可算让我久等了。你认识我？您是周董的父亲，我怎么会不认识您呢？你不知道吧？我们周董啊，一直在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他呢，就是对你们兄妹有大恩的人。你不是一直说秦总啊对你们兄妹有恩吗？这不巧了吗？那这么说，我和周董以后就是兄妹了。太好了，没想到我们和周董居然是一家人。您不知道吧？我们周董啊，足足找了您10几年，可算把您找到了。我们周董说了，以后呀，这周氏集团就交给您管理，这场宴会啊，就是给您的接风宴。以后呀，还得靠您多多提携。这周董，原来啊，他才是周董的血亲呢。宝贝儿，你刚才不是说我干爹他是今天宴会的主角吗？那我干爹的位置在哪？早就给伯父准备好了，就在那儿。伯父，有人啊冒充您的身份，故意坐您的位置，您要处置他吗？谁这么胆大包天，不想活了？是，就是他。老东西，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真是丢人现眼。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不敢你用什么歪门邪道的方式进来，你最终还是会被发现的。我的位置
你也敢做？我坐的就是自己的位置。嘴还挺硬。让他给我滚蛋！马上滚出宴会厅，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是堂堂正正被邀请进来的，为什么要离开？老东西啊，你可真能装呀！谁会邀请你啊？你说的不会是叶凡那个小白脸吧？冒充周董血亲，是不是也是叶凡教你这么做的？你别胡说，别污蔑好人。老东西，你害死多少人，你还当好人？我劝你赶紧滚出去，要不然有你好果子吃。陈总，这是我的名片。陈总，你赶紧滚！秦总不想看见你，你留在这儿只是自讨苦吃。没错，秦总才是周董的父亲，你最好体面一点，自己走，要不然后悔都不知道怎么写。快滚！别在这儿碍了我们眼。这是陈总的接风宴，我看谁敢让他走。叶秘书竟然替他说话，难道他真的是这场宴会的主角？陈总啊，您不用怀疑，这的确是您的接风宴。周总啊，就是周氏集团的周董。叶凡，你为了包庇这个老东西，这是什么话都敢说呀？这分明是我干爹的接风宴，跟他有什么关系？叶凡，你还挺在意这个老东西啊！不仅教他冒充周董血亲身份，而且他被揭穿之后，你还帮着他撒谎。哼，怎么？难不成是这老东西把你伺候得很舒服，你才这么在意他啊？他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周董的血亲？秦总才是周董的血亲。原来如此，这个臭女人差点被他给骗了。陈一兰，你自己想想，做周董的血亲，你配吗？叶凡，我伯父啊，才是周董的血亲，是这场接风宴的主角，日后呀，更有可能成为周氏集团的主人。你这连人都能认错，真是有眼无珠。黄翠芬，你才是有眼无珠。周董要找的人一直都是他的干妈陈总，根本就不是什么血亲。干妈，真是可笑！不是血亲，他能大费周章要找他10几年吗？还要将周氏集团交给他管理？我看你是被这个老女人迷得得了痴心疯了吧？这话都敢乱说！叶凡，你和这个老女人的破事儿已经传遍江城了，很快就会传到周董的耳朵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哎，叶凡，你跟这老女人私底下乱搞也就算了，非要闹得满城皆知。不仅如此，你竟然以周氏集团的名义，让天盛集团免除对这个老女人的追责，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吗？你胡说什么？我和陈总清清白白，天盛集团对陈总免责，那是因为周董亲自出面解决的。让他闭嘴，话太多了。叶凡，认清现实吧，我伯父就是周董真正的父亲。叶凡，就凭你这些破事儿啊，我看你这秘书啊也是当不了多久。不过你要是跪下来给我们磕头道歉，我们还可以给周董求求情，饶你一马呀！没错，我干爹呀，那可是周董的父亲，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生死啊！陈玉兰，别说我没给你机会，现在带着你的小白脸离开我的接风宴，否则的话，我让你们身败名裂！你们简直愚不可及！周董从来没找过什么所谓的血亲，他找的人一直都是他的干妈陈总。天盛集团的事是周总亲自出面解决的，今天这场接风宴也是专门为陈总办的。什么？有人欺负陈总？
走，我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让我干妈难堪。是。叶凡，你问问大家，你说的话大家相信吗？就是，陈玉兰害了那么多人，丧尽天良，周董怎么会认她这种人当干妈呢？诸位，还记得前2天新闻播报的塌方事件吗？罪魁祸首就是这个陈玉兰，是她用的劣质建材，导致多少无辜的人家破人亡。这个陈玉兰就是罪大恶极。诸位想一想，周董怎么可能会跟这样的恶人有关系？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呀，怪不得这么眼熟。他这种人怎么还不死呀？居然还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跟陈总无关，是他们把好的建筑材料换成劣质材料，他们才是罪魁祸首。大家伙好好想一想，他说的话你们都信吗？看见没有，陈玉兰，大家根本不相信你的鬼话，就你做的那些恶事，不是3言2语就可以遮掩掉的。大家听我说，这个老东西做的恶事还不止这些呢，他骗受害者家属，给他们带高利贷作为赔偿金，他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出卖色相，简直是不要脸呀！什么？骗受难者家属借高利贷，还跟他们说这是赔偿金？这干的是人事吗？这陈玉兰简直不是个人！就是，一把年纪了，居然还出卖色相，简直恬不知耻！叶凡，你和这个老东西丢人现眼也就算了，居然还敢说这个老东西是周董的干妈，给周董脸上抹黑，真是不知死活！叶凡，你现在啊跪下来磕头认错，说不定啊我伯父心情好，会让周董放过你呢。你们别胡说八道，我和叶秘书是清清白白的。我们胡说八道，老东西，叶凡不惜帮你造谣你和周董之间的关系，还敢说你清白？叶凡，你信不信我女朋友一句话就能让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啊？你们太过分了！陈玉兰，我现在以宴会主人的身份命令你，滚出我的接风宴！陈总才是这场接风宴的主人，你凭什么要求他出去？倒是你们如此欺负陈总，周总若是知道，肯定饶不了你们。不会饶了我们，周董先饶不了你。我干爹可是周董他父亲，那么我就是周董他哥哥，我这个哥哥就代表周董先教训教训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替周董清理门户，怎么能少得了我这个姐姐呢？好了，你们别打了，走，我走就是了。叶秘书，你没事吧？陈总，你不用走，周总马上就到，到时候有他们好看。还敢嘴硬？大伙一起上！谁能把这2个恶人给我赶出去，我就让我的女儿和谁合作。上！你们在干什么？哎呀！周董，我是陈佳佳，也是秦总的干女儿。这以后呀，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周董，我是秦总的干儿子，咱们也是一家人。我叫陈刚。哎呀，周董，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咱们都是一家人呐！一家人啊？你又是谁？哎呀，我就是你寻找多年的血亲呐！今天这个结亲宴不是为我举办的吗？你
是我找了10几年的血亲。这是谁告诉你的？周董，是我。是你呀？那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不用谢周董，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呀，周董，你也别责怪于他。虽然他把咱们俩相认的事情给传了出去，可是他做这一切也是为了我们一家人的团聚，是不是？对呀，原来是周董，怪王总擅自将此事传出来呀。周董没事先透露消息，肯定是想给秦总一个惊喜。现在搞得满城皆知，周总肯定生气。对，就是这样。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这闲杂人等都给我清出去！难道让他们在这里破坏我跟周董相认吗？放开，滚出去！滚出去！住手！周总，你为什么打我？干妈，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我没看错吧？周董给陈玉兰跪下了，还问她叫干妈。难道叶秘书之前说的是真的？完了，这要是真的，我之前那样对陈玉兰，岂不是要被清算了？孩子，快起来，这是干什么呀？孩子，你是？陈董，这位就是周董。都长这么大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啊！不过孩子，以后别再叫我干妈了。您当初帮了我，不亚于救我的命。这个干妈，您担当得起。周董，你归错人了吧？我才是你寻找多年的血亲呐！是呀，周董，我干爹才是你要认的血亲呀。对呀，周董，这不能认错人呐！这。周董，我可是你的父亲呐！你怎么能动手打我呢？做我父亲，你也配？我从来没邀请过他们，是你让他们进来的。周董，是我。秦总不是你一直以来寻找的血亲吗？所以我就擅自做主。王翠芬，从今往后，你不再是周氏集团的副总。什么？你要开除我？周总，您不是要找对我们兄妹有大恩的人吗？他就是对我们兄妹有大恩的人呐！哎呀，是呀，周董，我干爹就是我们兄妹最大的恩人。我们收到消息就立刻带他过来了。你不能不认呀，女儿啊，我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不能不认我呀！你说你是我父亲，那你说说，我妈叫什么名字？你妈？哎呀，孩子，你看我这么多年交往这么多女人，我不可能把每个女人的名字都给记下，对不对？你这种人也配有孩子？怎么？你要数典忘祖不成？来人，你给我扔出去！放开！陈玉兰既然能让周董亲自尝，看来她真是周董的干妈呀！是我们错怪她了。各位，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周氏集团就交给我干妈陈玉兰女士来管理。孩子，这怎么行啊？我没听错吧？周董居然把周氏集团交给了陈玉兰，这怎么可能？周董竟然没把周氏集团交给秦总管理，干妈没别出血亲啊！周玉兰凭什么呀？她就是个丧心病狂的人呐！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周氏集团应该交到我手中才对呀！是呀，孩子，难道就因为这么多年我没有看你们母女俩，你就不认我这个父亲了吗？是啊，周董，这再怎么说，我干爹也是您的血亲，你怎么能把周氏集团交给这种外人呢？是呀，你可不能因为一点过去的恩怨就不认自己的父亲呀！诸位，我女儿刚才跟我闹点脾气，她刚才说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当真。周氏集团早晚有一天还会回到我的手中啊！
赶紧！我一直在找的人从来都是陈总，而不是什么血亲。而且我的双亲在我9岁那年就去世了，怎么可能再凭空多出一个父亲？他是冒充的。怎么会这样？罪犯，你赶紧给他说说，我才是他多年寻找的人呐！是呀，周董曾经说过，他要找的人是对陈刚兄妹有恩的人。难道秦总不是对陈刚兄妹有恩的人？这对我们有恩的人，就只有我干爹呀！是呀，我干爹就是我们的恩人，这没别人了呀。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畜生，难道忘了陈总对你们的养育之恩了吗？难道周董要找人竟然是陈玉兰？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陈玉兰这个老东西啊？完了完了，得罪了陈玉兰，这下要被清算了。都怪我，怪我眼瞎了。早知道周董找的贵客是陈玉兰，我何必去拍秦风的马屁呢？不可能，不可能！女儿，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我才是你多年寻找的人，我才是你失散多年的血亲，我才是你的父亲呐！你连我妈叫什么都不知道，还敢冒充我的父亲？好，你不认我这个父亲是吧？那我告诉你，你会后悔的。你跟陈玉兰合作，你不就是看上他那点专利了吗？我告诉你，他那些专利现在在我的手中。没有我这点专利，我让你们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真以为我看中的只是陈总手里的专利吗？可笑，我在意的从来都是陈总这个人。我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周氏集团与玉兰集团合并，并且全权交给陈总负责。这怎么使得呀？不行！干妈，我相信你。周氏集团与玉兰集团合并后，你绝对可以带领我们更上一层楼。另外，你的那些事情我已经告知天盛集团总裁，很快你就不再是天盛集团的总经理了。你说我被开除，我就被开除了。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我就是天盛集团的总经理。喂，你被开除了？什么？我被开除了？我被开除了！哎呀，我没关系，没关系，我手里头掌握着陈玉兰的那些专利，我早晚有一天我还能终身在起。我告诉你，周瑶瑶，你今天和陈玉兰这个丧心病狂的人合作，你会后悔的。周氏集团早晚有一天会毁到他的手中。你个臭女人！你为了捞钱，你偷用劣质建材，还骗受害者家属给他们贷高利贷。这种烂人，你敢把周氏集团交给他来管理？不就是，他为了节省成本，不惜偷用别人的专利。这东窗事发后，甚至出卖自己的色相来挽回损失。这种人怎么能管理好公司呢？这个陈玉兰简直是我见过最窝囊的人，为了钱不择手段，毫无底线。要是周董真的把公司交给了他，怕是周氏集团要走下坡路啊！你们胡说八道！陈总堂堂正正，什么时候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在骗人，陈总是好人。他们在骗人，陈总是好人。小伙子，麻烦你赶紧澄清一下，还陈总清白。经过我们调查，已经可以确定，玉兰集团使用劣质建材一事，陈玉兰女士的确不知情，她也是受害者。陈总从来没有骗过我们，借高利贷给我们的赔偿金都是干干净净的。陈总为了给我们凑齐赔偿款，甚至放弃给自己做手术，我们可不能冤枉好人。你这帮人必须给陈总赔罪。我是陈总的助理，
我可以作证，我们陈总从来没有偷用过别人的专利，那些专利都是陈总带领我们辛辛苦苦研发的。我跟了陈总10几年了，这些年来，我亲眼看着他帮助了许多人，而且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不曾想，对你们好，却是差点害了他。原来陈总是好人啊！他们这群狼心狗肺的白眼狼，把我们都给骗。哎，你们不知道吧？陈玉兰已经做过手术了。如果她真的是变卖家产，给了你们补偿款，哪儿还有钱做的手术啊？不仅如此，他还勾搭叶凡，他还利用周氏集团的关系，豁免了天盛集团对他的追责。对，他分明就是在骗人，这都是他装出来的人设而已。你们这些蠢货，这还都相信了？哦，原来都是装出来的人设呀！这演技可真好，把我们都给骗了。还有叶凡，竟然以周氏集团的名义让天盛集团给陈玉兰给豁免。哎，这么大个事，也不知道周总知道会不会追责？你们胡说什么？陈总堂堂正正，我怎么可能立人设？陈总，对于他们所说的话，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我陈玉兰从来都是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人得讲良心。我陈玉兰敢发誓，这些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哎，这位记者朋友，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蒙蔽了。他如果真有良心的话，怎么可能当着人前的面装可怜，背地里头偷偷的把手术给做了？更不会勾结这个叶凡，以周氏集团的名义让其免责。就是。陈总做手术的钱是我帮他垫付的，天盛集团对陈总免责也是我亲自出面解决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哦，原来陈总手术的钱都是周董帮忙垫付的呀！这周董可太仁义了，而且周董竟然亲自出面让天盛集团给陈总豁免权，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我身为天盛集团的总经理，我怎么不知道？这就要怪你自己了。自从天盛总裁得知你做的那些丑事之后，你就被踢出了领导核心，很多重要的事都不会通知你。还有你们2个忘恩负义的畜生，陈总含辛茹苦养育了你们16年，你们居然一点情分都不念，居然还帮着陈峰这个混蛋谋害陈总，你们简直不配当人！小伙子，这是那天拍下的照片，里面有陈刚他们欺辱陈总的画面，你可一定要曝光他们，给陈总一个公道。就是他们几个，为了得到陈总手里的专利，煽动遇难者家属闹事，还对陈总动手。陈总那天才刚做完手术啊，差点就被他们活活打死了。这也太不是人了！这陈总刚做完手术，你们怎么下得去手的呀？简直是狼心狗肺的畜生，让我们都蒙蔽了双眼啊！据知情者透露，房屋倒塌实际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我们将持续跟进，早日将真相查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天，我看你们几个白眼狼还能不能逍遥法外？胡说八道，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分明是陈玉兰，她使用劣质建材才导致房屋坍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对，这都是陈玉兰的错。到现在了，你们还敢污蔑陈总，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们给我带到警局，好好接受调查。周总，我不是人，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吧。周董，我们也是被逼的呀，都是秦风这个老东西他逼我们的。对，我们是无辜的呀。妈，我错。
妈，我知道错了，你就饶了我吧，我以后好好孝敬你，好不好？啊，妈，我也是被秦风那个老东西给蒙骗了呀！我现在才意识到，您才是最爱我们的人呀！当初我看你们可怜才收养你们，我生怕你们受苦，给你们的都是最好的。结果呢，你们是怎么报答我的？现在知道我好了，晚了。妈，你打我，你现在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就饶了我吧，行不行？你打我妈，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没有隔夜仇的，是不是？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回到以前，让你们再害我一次吗？不是我陈玉兰咄咄逼人，实在是你们两个所作所为太让人寒心了。做错事就要认，希望你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可以改过自新。妈，你是不是因为我认了秦风当干爹，所以你才生气的？你等着，我马上就跟他断绝关系。秦风，都是因为你才让我跟我妈反目成仇，现在要跟你断绝关系。我也一样，老东西，从今往后我们没有关系了。妈，我现在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你就原谅我吧。我也一样，我还是想当您的女儿嘛，我还是想当。你们这两个蠢货，你以为现在给这个老东西下跪，他就原谅你们了吗？啊，你们别天真啦！秦风，到现在了，还在挑拨我跟我妈的关系，我他妈打死你！我干你们！老东西，要不是你支持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会偷换建材？这样怎么会放下我们的专利？够了！你们这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是你们心甘情愿的背叛含辛茹苦养育你们16年的养母，现在反倒怨我了。狼心狗肺的是你们两个狗东西。还有你有什么证据说你刚才那些事情是我做的？你凭什么这么对我？这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人家都没有证据，你们反倒招认了。你们有点脑子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的确没有证据，但是我可以在江城彻底封杀你们，让你们在江城再无立足之地。妈，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妈，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你就原谅我吧，妈。陈总，他们可是差点害了你呢，你千万不能再对他们心软。是啊，陈总，他们不是知道错了，他们就是害怕。我不是心软，我只是怪自己当初瞎了眼，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这两个白眼狼身上。孩子，多亏有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可能永无翻身之日了。干妈，我始终相信好人有好报。带走。妈，饶了我吧，妈！陈总，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轻信谗言冲撞了你，还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陈总，我知道错了，请您原谅我这一次吧。这一切都是王翠芬的错，我们也是被她蒙骗了。周董，我也是被陈高兄妹迷惑了，我也是个受害者，我求你再给我个机会吧。干妈，这些人你觉得该怎么处置？让他们离开吧。还不快滚！是，好，我们滚。陈总，玉兰集团与周氏集团合并后，您作为最大的负责人，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的呢？我
我陈玉兰这辈子从没做过亏心事，不该赚的钱，我永远不会动一点脑筋。企业要为行业、为社会做贡献，要对顾客负责，对合作伙伴负责，绝不能辜负每一个信任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我始终相信，只有像陈总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做企业的榜样。陈总这样的人多了，社会才会发展。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下，我们的集团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有些企业家的格局令人钦佩，他们不局限于自身盈利，更致力于推动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这才是真正有使命感的企业家。什么人呢？这都是！你是不是这种罪呀？陈刚，你这个废物，狗怨你！要不是你，我现在还是周氏集团副总。还没找你算账，你在这给我说起来了，要不然你找错人了，会有今天的结果吗？你这个，我松手！你这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和陈刚曾经挑拨，害得我们得罪陈总，打死他！好，够了！一帮蠢货，得罪了陈玉兰能怎么样啊？况且他那些专利都在我的手中，我告诉你们，有了他那些专利，我早晚有一天我再次把他踩到脚下。我跟你们说吧，我。你就是钱枫先生了，我很欣赏你这种不服输的勇气，因此我要为你投资1000亿，帮你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你谁呀？我是英华国藤原集团的藤原一郎。藤原集团，英华国房地产业的龙头老大。没错。哎呀，华夏地产大赛即将在华夏举办，到时候谁能得到这个冠军，便可以和全华夏顶尖的房地产公司深度合作。我们是看中了你手中的专利，所以选择给你投资，帮你成立新公司。您说的都是真的吗？当然，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让你成为藤原集团在华夏的代言人。到时候不只是周氏集团，整个华夏无论所有的企业都得看你的脸色。藤原先生，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那个藤原先生，我还有一点家事要处理，我就不远送您了。哎，干爹，哎呀，干爹，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哎呀，就是，我也这么觉得，干爹。秦总，我们以后跟着你混，你看怎么样？哎呀，伯父，我早就看出来了，您不是一般人。只要您愿意，我愿意为您啊肝脑涂地。你们一个个的，算你们识相！识相！我告诉你，你们就给我拭目以待，看我怎么再次把周氏集团踩在脚下。藤原先生，设计方案我已经让手下员工通宵去做了，不出3天，保证完成。这期的华夏地产设计大赛设计方案一定要有中选优，才有机会脱颖而出。您放心吧，这批人才都是我花高价从陈玉兰手中挖过来的，那都是陈玉兰精心培养10几年的专业人才。更何况玉兰集团的那些专利都是他们一手设计出来的，专业能力肯定过硬。
我收到消息，周氏集团也要参加这期的华夏地产设计大赛，所以我们的设计方案一定要比它更好。您放心吧，放眼整个江城，那专业人才都在我们这边，更何况我手里头掌握那么多专利啊！这玉兰集团凭什么跟我们竞争？嘿，哦。那干爹，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能够取代周氏集团成为江州第一大财团呢？啊，当然，你们两个还要去陈玉兰身边吗？啊，不，那可不，那可不，陈玉兰她在您面前算个屁呀！是呀，她呀，给干爹您提鞋都不配。那个陶渊先生，吃完这顿饭，我就带您去公司视察工作，保证让您满意。好。来这。睡什么睡呀？都给我起来干活！陈总，我们兄弟们熬了7个冬阳，实在是扛不住了，就让大家睡会儿吧。不行，耽误了工作进度，你们担得起责任吗？让他们起来干活。哎呀，起来还早呢！没有我的允许，谁让你们睡觉的？给我起来干活，起来干活！困是吧？好，困！我现在就给你们提神！有你们这样对待员工的吗？你们也太黑心了吧！连觉都不让我们睡了是吗？睡觉！清醒不清醒了？清醒，给我起来干活！你们还是人吗？一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们！我们是人，不是机器。陈总从来都不会这样对待我们。能干不能干？不能干，给我滚蛋！有的是人干。我不干了，兄弟们，我们走！我也不干，早就说够了。混蛋！逼走了这些人，谁来设计方案？唐先生，你先别担心，我还有办法，他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瑶瑶，我听说樱花国的藤原集团向秦风投资了一大笔钱，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而且这家公司也参加这次华夏的地产设计大赛。确有此事，秦风这次有着庞大的资金支持，再加上他挖走了许多专业人才，手中更有着很多专利，我们这次想要赢他，机会渺茫。干妈，这些专利是您带领团队辛辛苦苦研发的，这些人才也是您花费了10几年的心血培养的，现在却为秦风做了嫁衣。瑶瑶，你放心吧，既然你把集团交给我来管理，我就绝不会让我们输给他们的。陈总，有不少从秦风那里离职的员工来到了周氏集团，说是要投奔您。人在哪里？就在公司大厅。走，我们去看看。来，我们对不起您，我们不该背叛您。秦风他简直不把我们当人，我们已经7天7夜没有合眼了。我们哪儿也不去，就跟着您干。哪儿也不去，就跟着陈总。对，快起来，快起来！不怪你们，你们也要养家糊口。大家伙要是愿意，还跟着我干。谢谢陈总。谁让你们3个离职了？还不赶紧给我回去！还不赶紧给我回去！我不干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管得着吗？对，反正我们离职了，你管不了我们，是吗？你们每个人可都跟我签订的有劳动合同啊！如果没有我的允许擅自离职，可是要赔偿高额的违约金。你们确定能赔得起？我给你们10分钟时间，马上给我滚到自己的工位上工作去。之前的事情，我可以给你们既往不咎。可别说我们没给你们机会哦。秦风，他们已经7天7夜没合眼了，你还要继续逼着他们工作，你还是人吗？你想逼死他们呀？陈玉兰，
这里没有你指手画脚的份儿。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员工，我想怎么压榨我怎么压榨啊！就算他们死，也得给我死到工作岗位上。我周氏集团愿意替所有员工赔偿违约金。周总，您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既然你们已经决定加入周氏集团，那就是自己人。对于自己人，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受欺负。周瑶瑶，你可给我想清楚了，这些人的违约金可都不是个小数目，你认为值得吗？值得。行，别以为有了这些人，明天的华夏地产设计大赛中你们就能获胜。我们走着瞧。走。陈总，您放心，我们这些人就算是拼了命，也不会让您输给他们的。不用拼命，我相信你们的实力。我让你拿的东西拿到了，快给我。小陈总，您知道我帮你拿到这个东西要付出多大代价吗？要是被人发现了，江城可就无我容身之地了。这张卡里有100万，足够你下半辈子生活了。现在可以给我了吧？小陈总，既然东西你已经拿到了，我就先回去了。李四，去了那么久，去哪里了？哎，我哪儿也没去，我刚才出去上了个厕所。我看你是跟陈刚接头了吧？说，你是不是把我们公司的设计方案偷偷交给了他？我没有。那这是什么？这个人是你吧？这个人，这怎么回事？站住！陈总、周总，李四背叛了我们，偷偷把我们的设计方案交给了陈刚。李四，我自问这些年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周董，我妈生病了，需要用钱，我也没有办法，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走吧，周董，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干妈，都怪我识人不明，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恐怕这次我们无缘华夏地产设计大赛的冠军了。瑶瑶，你说这些话有点为时尚早了，别忘了我们还有备用方案。只有1天时间了，大赛明天就要开始了，根本来不及。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1天时间，我们一定能做出更好的设计方案的。对，陈总说的对，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也相信陈总，我也相信陈总，我一定相信陈总。这份设计方案的确很优秀，有了它，绝对可以在华夏地产大赛中大放异彩。这可多亏了你了。放心，我不会亏待你。哎呦，谢谢藤原先生，谢谢。这下周氏集团就要完蛋了，离明天开赛只剩下1天的时间，他们不可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出来。那岂不是说咱们拿下冠军是十拿9稳啊？到那个时候，整个华夏房产行业都要以我们藤原集团挥手示众了。欢迎大家来到华夏地产设计大赛现场。经过初步筛选，最终决定有2家企业进入总决赛。接下来由我们的评委老师进行最终裁定，谁的设计方案更好，谁将获得本次大赛的冠军。哎，看到了吗？他就是秦风，他现在手上掌握着非常多的专利，而且才获得了藤原集团的庞大资金支持，开创了新公司。我看呐，本次大赛他恐怕就是冠军。周氏集团虽然也进入了总决赛，但是
对比起又有专利又有资源的秦风，好像并没有胜算。看这个女人，她是周氏集团最大负责人周董的干妈陈女士。他真搞不懂周董怎么想的，让他这样一个人出来抛头露面。要我看呀，周氏集团根本没有胜算。好，事不宜迟，有请秦总上台详细讲解他的设计方案。秦总的这个设计方案是我从业多年来见过最优秀的一个设计方案，简直堪称完美。能做出这个设计方案的人，绝对有资格成为行业专家了。我就说了吧，秦总您定了。连评委都这么说，看来周氏集团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有请秦总下台落座。接下来有请陈总上台详细讲解他的设计方案。秦玉兰，怎么样？我的设计方案还行吗？大家好，我是陈玉兰，现在我给大家讲解我们周氏集团的设计方案。谢谢大家，这是我们周氏集团的设计方案，谢谢。我原以为秦总的设计方案已经足够优秀了，没想到陈总拿出来的这个设计方案居然还要更好，简直是不可思议。陈总的这份设计方案巧妙平衡了美观与实用，简直就是艺术品啊！我这明明拿走周氏集团方案的时候是最后一天呀，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设计出来这么好的方案？这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这份方案是陈总带人在备用方案的基础上连夜赶出来的，你们这点手段还难不到陈总。还有备用方案，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陈女士这个设计方案比秦总的还要优秀，那岂不是陈女士就是本次大赛的冠军了？不一定，陈玉兰的设计方案的确不错，但是她的方案在运行过程中涉及的一些专利都是秦先生的。要我看来呀，还是秦总的胜算更高一些。本次大赛冠军究竟花落谁家？请评委老师给出结果。我最终决定，这次华夏地产设计大赛的冠军是秦风，秦先生。虽然陈玉兰女士的设计方案更好，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专利都属于秦先生，所以综合考虑之下，我们选择秦风先生。秦玉兰，怎么样？就算你的设计方案再好，一样赢不了我。陈玉兰，你个老东西，到最后还是斗不过我干爹。哎呀，老东西，要怪就怪你自己蠢，把专利拱手让给我们。慢着，秦风的专利都是他非法所得，根本不能作数。我已查明，秦风手里的所有专利都是这两个白眼狼在陈总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卖给秦风，这根本就是犯法行为。你们别听他胡说！对，你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据？我已经把证据移交给警方，不只有你们偷卖专利的证据，还有你们偷挪建材的证据，你们就等着坐牢吧。你们三个跟我们走一趟吧。不，这是还有你，我和他们就没有关系，他们做的什么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涉嫌跨国犯罪，也得跟我们走。带走。陆警察叔叔，那我知道错了，你别抓我行不行？我改。妈，带走，赶紧向警察求求情啊，让他们放过我。妈，求求你了，妈。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三位评委老师，现在这情况，刚才的结果还作数吗？我宣布，刚才的结果作废。这次华夏地产设计大赛真正的冠军是陈玉兰，陈女士。